梦幻泡泡是说最没实力的年轻小夫妻会想要和条件最好最完美的房子，然后等到住了怀孕或者小孩出生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梦幻泡泡了不会再有了。如果还有就是很有实力那就是可能长辈会帮忙付钱或干嘛，很有实力的小夫妻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没有梦幻泡泡意思是什么？他就能接受不是新房子他就只要房间大大的然后有垃圾集中处理，然后有24小时的警卫这样大概就可以，就会戳破那个梦幻泡泡。所以你现在去买中古三房，你说日后卖给谁，你就卖给那些到时候的小夫妻会变成说他上有老下有小，什么东西都要计较往 CP 值CP 值之王就是中古为什么挑中古屋更不踩雷？看懂买房格局的关键。先说结论格局方正的房子住起来舒服嘛，未来也会比较好卖，这是真的。所以我建议你要先避开格局奇怪的房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该拼新青安末班车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该怎么挑格局，这是我们聊一下一个 PTT 的发文内容是这样，就是原 po 在看第一间自住的房子，那他们是2个人住，未来可能会生小孩，然后再问说怎么挑比较好因为他们看的是新建案嘛，现在新建案又有很多变化球出现，他就看得很心慌这样。先说结论是我的话我会这样挑，首先首选就是3房，不管有没有要生小孩，只要预算够，能选3房选3房。如果是正3房平车又更好了，就是标准的3房2厅2卫格局这样，尽量找那种格局方正那基地大的，基本上这样出来叫做大差不差。那只是有一个点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3房室内10坪，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到23、25坪以上，当然越大越好嘛，3房这样才会是正常的3房。现在很多建案大概20几坪20出头20点多少，他继续规划3房了，住起来会非常的窄啦，就是它是3房没错，但是它蛮窄的，然后又很贵，因为是新的建商新的预售嘛。像我们中古可爱的房子还是超多的室内又大又方正然后价钱的话都是这个预售建案的打折再打折。我举个例，这是真的，像我们高雄美术馆现在这里我录这支影片的时间是12月23号，你可以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我们美术馆新推出的预售很夸张，那个豪宅案我们就不提，以新推出的预售价钱大概都高楼层都会到60吧都突破60，因为实灯都有出现，预售实灯都有64这种东西了小户型那附近的中古也还好也没多古对比其他什么三民区、苓雅区也没多古，大概就在20年以内，大概18年18年的房子，现在还在40万攻坚战，看能不能站稳40，有的案子可以，有的案子不行。那比方说太普建设比较好的，大概都上40了，那其他大部队都还在大概36、37、38这边徘徊，看一下60几，然后再跟这个还没到40，这个价差那么大，很香啦，真的。所以会变成说，你去买新房子预售建案的2房的预算，你来买这个旁边的中古，可能都可以买到正3房平车或是4房的格局了。预售的新房子交屋后，观众很好心也邀请我一起去看，我们看了实在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你要知道，中古屋的格局通常都比较好，因为你也知道以前房子公设少嘛，盖的比较方正不会看到什么很奇怪的格局，什么手枪房、鸡腿房那都比较新的案子才有。然后现在中古屋跟新建案来比，还有一个优势叫做每间房间都有开窗很容易找到，基本上就不会有暗房的问题。新建案不一定，暗房会出现，暗厅也会出现，或是现在很多新建案很喜欢做那个什么开放式厨房，就厨房没有门中间隔一个中岛，前面就客厅，这样讲好听一点叫做空间的通透性打破空间限制，让你在厨房煮菜的时候可以跟客厅的人聊天，互动性更强，怎样的，就空间太小嘛。如果厨房再隔出来自己一间，就会变得很挤。那开放式厨房好不好？如果你是喜欢下厨的，就会是千万不要油烟一定飘到客厅。你很喜欢料理，你们煎煮炒炸大概都不能做，煮火锅可以因为我去我朋友家那小2房煮火锅，整间房间的火锅的味道，抽烟机很强是没有错，但是你要让客厅完全没有味道厨房要自己有办法独立拉开隔开一间最后你要知道，在意格局你就买中古，这真的是我的良心建议
我也知道你想要住新房子，但是现在的预售真的会出现很奇怪的格局。那你说那个格局能不能住？当然可以啊，不然怎么会有一堆预售屋都完售？但在我看起来，心里就是怪怪的。就等你之后拿出来卖，一定会比人家那种好好的格局方正的还要难卖。那你今天都在委屈买中古了，你为什么还要委屈到买一个格局那么奇怪的房子？啊，你这间房子只是10多年的中古，那一间方正的是30几年，那你要卖贵一点有道理。但是一间30几年的中古格局方正比你便宜，它真的很难输，很难输。中古就是这里可爱基本上你是买下去是几乎无敌的状态。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例子，这边你买在我乱讲37好了，即使你买在37，你要怎么输？那预售都能开到60几然后实登的55是常态，你要怎么输？你就说一坪比别人便宜20万呢？那40坪的房子，你比总价比别人便宜1200万，你这个要怎么输？我还是建议预售你去找那个格局方正蛮贵的应该蛮贵的。然后室内看有没有办法在25坪以上，这些条件叠加起来就会是好房子，对不对？好房子就会非常的贵，在预售的世界或新建案的世界。那如果你去找中古瞬间就会变成满地都是。好了，满地是有点夸张，但是就是能找到这样的。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该怎么挑格局。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网友的问题，他现在正在看房子，然后看到自己已经懵掉了，各种格局的房子都有，一下子2房2卫，一下2房1卫，要不要开放式厨房等等，不知道怎么做决定。那我的建议是，没特别需求，你就选正3房就对了3房2厅2卫。格局方正、基地方正，这样你衡量你自己的实力越逼近这个条件越好，这样为什么？它日后脱手会很顺利。另外，我也跟你分享，现在很多奇怪格局，什么手枪、鸡腿不太建议因为你要卖的时候，你比拼的对象就是人家那种格局方正的好房子，那就变成人家屋龄比较大，但买方看起来就比较顺眼卖的会比你便宜，此时你就变成弱势的一方，就要卖很久。那我也很建议你说，如果你真的很 care 格局，去看中古屋啊，对不对？格局方正的中古屋叫比比皆是呢。但格局方正的预售屋，你就是要拿出更多的自备款。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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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讲八卦，我要讲个理论这个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但非常的有道理，可能也是 PTT 吧就是说有一个现象叫做梦幻泡泡。梦幻泡泡是这样，就是一对年轻小夫妻他们要买房子，然后也没什么头期款，也就是说他们在条件最差的情况之下，他们会想要最好的房子，也不要笑人家那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他们在最没有钱、最年轻的时候，他们会想要住最好的房子，所以会去买预售预售有优付可以让他延期付款，这个就是梦幻泡泡。等到他们真的拿到一间新的房子，然后也装潢好也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命运的拐点，叫做小孩子出生，其实怀孕就可以了一旦怀孕了，开始就会去积极的去看3房，因为那时候的2房东西储物空间应该已经被他们堆的到处都是，收纳不了。3房才是归宿3房我真的认为才适合一对小夫妻适合一对人类去居住。我说的是一对你说2个人2房很够用了吧？如果是这样，市场中3房要卖给谁我之前影片不是也拍吗？拍了一堆，就是去看人家的那个中古2房，里面还有人住，哇，东西真的堆的到处都是。为什么要换屋房子太小，他们要去找3房因为小朋友的关系，那个娃娃车就这么大了就嘟在里面2房收纳先天上的问题这个就先这样。然后再来是说，回到那个梦幻泡泡，梦幻泡泡是说最没实力的年轻小夫妻会想要看条件最好、最完美的房子，然后等到住了怀孕或者小孩出生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梦幻泡泡了不会再有了。如果还有，就是很有实力那就是可能长辈会帮忙付钱或干嘛，很有实力的小夫妻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没有梦幻泡泡意思是什么？他就能接受不是新房子他就只要房间大大的然后有垃圾集中处理，然后有24小时的警卫这样大概就可以，就会戳破那个梦幻泡泡。所以你现在去买中古3房，你说日后卖给谁？你就卖给那些到时候的小夫妻会变成说他上有老下有小，什么东西都要计较什么 CP 值CP 值之王就是中古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建商大量的去盖2房我也知道市场中大多数人都喜欢新房子，但我们依然做中古3房，我们没害怕它，因为我们就在等它的梦幻泡泡爆掉出来找的时候一样新建案或是预售的正3房，你看到时候会是多夸张的价钱，然后看一看旁边的中古，就像他的美术馆看好了，新的预售3房正3房平车
又高楼层有景观，这叫最好的房子。单品10灯没有上60，怎么可能？那附近的正三房平车，一样是高楼层有景观，还在40这边传，这叫一坪便宜20万，20万去用3房的坪数40坪，总价便宜1200万。1200万，你看一对年轻小夫妻养小孩的，他有多需要？这就是精打细算球。然后看看啊，都在美术馆啊，都差不多，那也不是新房子也没有关系啦，就会买中古了。这边目前换屋族群我所观察到都是这样，都不会这样梦幻泡泡。只有年轻人，也就是最没有实力的年轻人，他们会想要最好的房子。这件事情真的很诡异，这可能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可能哪间大学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论文吧，就梦幻泡泡。反而年轻小夫妻反正房子装潢再好也会被小孩弄脏弄乱，那没关系那就来一个中古的便宜然后空间格局大，然后该有的都有，这样就好，就没有那个梦幻泡泡。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流派，我们都做中古嘛，我们很推荐你也来做中古的核心原因就是你根本不用怕你的那个正三房会卖不掉。如果你是中古，你是2房，那你就麻烦人家就是2房要换到3房，在那边空间不够要换结果他看一看中古便宜是便宜啦，不过它是2房就先算了，就会变成这样。这个给你参考梦幻泡泡理论。然后中古屋也有一个好处，就眼见为凭嘛，它就长在那里，你都去看屋了，它怎样格局奇怪，它房间梁柱就被你看到了，可以避开很多雷或是奇怪的格局然后奇怪格局这个也很值得做一集专门来探讨，因为很搞笑。比方说这个龟头房就长这样，格局上就长这样它是房间的格局让你看起来不舒服觉得被骚扰，但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它其实规划上都还很 OK 它阳台外移都帮你移出去了，它这样子可以帮你做出多少的空间那只要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房型这个叫做左右户型左右对开这还不错。那它的格局会变，它现在这个是2房，然后直接给到2卫然后你的主卧看起来空间是大的，至少它帮你外移出去以后，你看是不是面积基本上要4/5的客餐厅的？你在新的建案或预售，你要找到龟头房这么大的卧室应该也是很困难，你可能都要砸墙改格局。中古的上一手屋主已经帮你改过了，为什么？他阳台要推出去，推3个地方对啊，所以没有不好。我也不帮中古讲话，没什么好讲的，反正等你自己的梦幻泡泡爆掉以后，你就会去看中古了，就是这样，给你参考。